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3章。汤跟他的阿姨问好，阿姨坐在窗户旁边，窗户开着，在一个小房间里。这个房间在房子的后面，可以睡觉，也可以吃饭，也可以工作。夏天的风很暖和，花很香，蜜蜂嗡嗡地叫。阿姨有点儿想睡觉，她在织东西。猫在她的腿上睡觉，没有别的人跟她在一起。阿姨觉得汤早就下班了，所以她很奇怪，汤现在才来。汤说：“阿姨，我可以去玩吗？”什么？这么快？你刷了多少？阿姨，都刷完了。汤，你不要骗我，我不喜欢别人骗我。阿姨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都做完了。波莉阿姨不太相信汤说的话，她自己去看，她觉得如果汤说的是真的，她就很高兴了。她看到所有的墙都刷好了，而且刷了很多次，地上也刷了一点儿。她非常吃惊，说不出话来。谢谢上帝，她说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你真的会工作。然后她又说，但是你很少工作。好吧，你去玩吧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不要1个星期才回来，不然我要打你。她很高兴，因为汤做得很好，所以她带汤去厨房，选了一个最好的苹果给他，还说，如果你努力工作，你就会得到好的东西。汤拿了苹果，又拿了一个甜甜圈，然后他跑着走了。他看到西德正在上楼，西德要回房间。汤拿了很多土块，扔向西德，土块像下雨一样打在西德的身上。波莉阿姨很吃惊，她还没来得及帮助西德，西德就被打了6、7下。汤跳过墙，跑走了。那里有一扇门，但是汤没有时间用。他觉得很高兴，因为他打了西德。西德说了他用线的事情。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，来到一条小路，在阿姨的牛棚后面。现在他很安全了，不会被打，也不会被抓到。他很快地走到广场，那里有很多孩子，他们要打仗。汤是一个军队的将军，乔哈珀是另一个军队的将军。他们2个将军不自己打仗，他们坐在高处，让他们的助手去传达命令。汤的军队打赢了，然后他们数了死的人，交换了抓到的人，还说了下次打仗的事情。然后2个军队就走了，汤自己回家了。他经过杰夫·撒切尔的家，看到一个女孩在花园里。她很漂亮，蓝色的眼睛，金色的头发，穿着白色的裙子。汤喜欢上了她，他忘记了艾米·劳伦斯。他以前觉得他很爱艾米，但是现在他觉得那不是爱。他花了很多时间才让艾米喜欢他。1个星期前，艾米才喜欢他。这7天，汤觉得他是最幸福的人。但是现在，他不喜欢艾米了。他偷偷地看这个女孩，他很喜欢她。后来，他发现女孩看到他了。他就假装没有看到他，他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想让女孩喜欢他。他坐了一会儿，他看到女孩要回家了。汤走到墙边，靠在墙上，希望女孩可以留下来。女孩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要进门了。汤叹了一口气，但是他很高兴，因为女孩扔了一朵花给他。汤跑过去，把花捡起来，放在衣服里，然后他又回到墙边，希望女孩可以看到他，但是女孩没有出来。汤回家了，他心里有很多想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很不安。阿姨觉得他很奇怪，因为他打了西德，阿姨骂了他，但是他不在乎。他想拿糖，阿姨打了他的手。汤说：“阿姨，西德拿糖的时候，你不打他。”阿姨说：“是的，但是他没有像你一样让我生气。如果你不看着糖，你就会拿。”阿姨去了厨房，西德想拿糖，汤很生气，但是西德没有拿好，糖罐掉在地上，碎了。汤很高兴，他没有说话。
他想，等阿姨回来，他会告诉阿姨，是西德打碎了糖罐。他很高兴，他等不及了。阿姨回来了，他很生气。汤想，现在要打架了，然后他就躺在地上了。阿姨要打他，汤大声说：“不要打我，是西德打碎的。”波莉阿姨停下来了。汤希望阿姨可以同情他，但是阿姨说：“好吧，打你一下也好，你一定做了别的事情。”然后他觉得他错了，他想说一些好听的话，但是他觉得这样就表示他错了，所以他没有说。Day， 他心里很难过，汤很难过，他坐在角落里，他觉得阿姨很想跟他道歉，他很高兴，他不想理阿姨，他知道阿姨在看他，但是他不想看到。他想，如果他死了，阿姨会很伤心，他会求上帝让他回来，他会说他以后不会对他不好，但是他不会说话，他会很冷。阿姨会怎么样呢？他想，如果他淹死了，阿姨会哭，会求他回来，但是他不会动。想到这些，他很难过，他想哭。他的眼睛里有很多水，水从他的鼻子上掉下来。他很喜欢这样，所以他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他。他的表妹玛丽回来了，他很高兴，但是汤走了，他去了没有人的地方。他看到河边有很多木头，他坐在木头上，看着河。他想淹死自己，但是他不想死。然后他想起了那朵花，他把花拿出来，花已经坏了。他想，如果他知道他死了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哭吗？他会抱他吗？还是他会不理他？想到这些，他很难过。他想了很多次，直到他觉得很累。然后他走了。晚上9点半或者10点，他来到一条街上，街上没有人。他看到那个女孩的家。他停下来，没有听到声音。楼上有一个房间亮着灯。他在那里吗？他爬过墙，走到窗户下面。他看着上面，然后躺在地上，把花放在胸前。他想这样死去，没有人爱他，没有人关心他，他会看到他吗？他会哭吗？窗户开了，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然后汤被水淋湿了。他很快地站起来，听到石头的声音，还有玻璃碎的声音，然后他跑走了。汤回到家，脱下衣服，看到衣服湿了。西德醒了，但是他没有说什么，因为汤的眼睛很可怕。汤没有祷告就睡觉了。西德记住了这件事。